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深入解析一份很有分量的研究报告。它探讨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在美国，当涉及到经济间谍案时，司法系统是否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我们先来看这段话，分量很重啊。它来自美国的国会议员，直接就点出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担忧，而这个担忧也正是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想要搞清楚的核心。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答案呢？还真有。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帮研究人员就真的下功夫去查了，他们挖了出了差不多25年的数据，就是想看看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好，那咱们今天就跟着这份报告的思路，分几步来把它聊透彻。首先啊，我们得先搞清楚这事到底是怎么来的，背景是什么。然后呢，咱们来看看研究人员用了个什么样的高招来检验偏见。接着就是看数据了，让数字说话。当然，任何研究都会有反方观点，我们也会看看。最后啊，咱们再一起琢磨琢磨，这事儿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好，那我们就进入第一部分。想要看懂这个争议，咱们得先来认识一下这次事件中心的这部法律。这部法律叫《经济间谍法》。你看，光听名字就知道了，它可不一般。在它出台之前，你要是偷了别家公司的商业机密，那可能就是个民事官司，赔钱了事儿。但有了这个法之后呢，性质完全变了，这事儿直接上升到了非典犯罪，甚至可能跟国家安全挂钩。你想想，这一下就把问题的严重性提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那有意思的地方就来了，你看这个时间线啊，这部法律刚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担心的对象像法国啊这些国家都有。但是你看，从2009年开始，风向就变了，华裔被告的比例一下子从17%飙到了超过一半。特别是到了2018年，美国搞了个所谓的中国行动计划，那基本上起诉的重点就全都放在了那些被认为为中国谋利的案子上了。这个变化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好，那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说司法系统里到底有没有偏见？这事儿特别敏感，而且很难衡量，对吧？你总不能直接去问法官或者检察官，那有没有什么科学的办法能绕开主观判断，客观的来检验一下呢？这里咱们得先分清两个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你看啊，左边这个叫统计性歧视，这是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如果数据显示某个地方犯罪率高，那警察可能就会在那儿多巡逻。你看，这是基于数据的一种判断，虽然可能对那个地方的人不太公平，但它是有数据支撑的。而右边这个族裔偏见，那就不一样了，它指的是检察官可能就是单纯的对某个群体有成见，或者觉得起诉他们更容易，成本更低，所以哪怕证据不太足，也先告了再说。研究人员要做的就是想办法把这两种情况给区分开。研究人员用的方法呢，就叫结果测试法。这个思路真的特别巧妙。你想啊，检察官的首要目标是什么？当然是打赢官司，把人定罪，对吧？好，那如果一个检察官是完全公平的，他应该对所有嫌疑人，不管是什么族裔，都用同一套证据标准。也就是说，证据足够硬，我才起诉。那这么一来，我们应该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不管哪个族裔的被告，最后被判无罪或者案子被撤销的比例应该都差不多，对不对？那反过来想，如果咱们发现专门有某一个群体的案子被撤销的比例特别高，这说明了什么？这就很有可能说明当初起诉他们的证据门槛本身就比较低嘛。好，理论讲完了，那咱们就来看看，把这个方法用到真实的数据里，结果到底怎么样？这可是最激动人心的部分了。大家看这张图，结果可以说是一目了然。这个柱状图比较的是案子最后被撤销或者被判无罪的比例。左边这根高一点的柱子代表的是华裔被告，右边这根矮一点的代表的是所有其他族裔的被告。你看这个差距非常明显吧？左边的柱子明显要高出一截，这说明什么？这不就正好印证了我们刚才的推测吗？针对华裔被告的案件，最后不了了之的比例更高，这很可能就是因为当初提起诉讼的证据就不那么站得住脚。具体的数字是多少呢？30.3%。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比例差不多是1/3。
也就是说，每3起针对华裔被告的经济间谍案，就有1件最后是没法定罪的。那其他人呢？这个比例就降到了 18.1%。你看 30.3 对 18.1%， 这中间差了超过12个百分点，这个差距可不小了，非常清楚地显示出这2个群体在司法系统里面临的结果是有很大不同的。咱们再来看一个更有意思的数据，这张表比较了起诉和定罪的数量。你看，检察官在起诉的时候，平均会给华裔被告安上 4.4 项罪名，而给其他被告呢是 2.6 项。你看，起诉的时候差别很大吧？但是最后判决下来，真正能成立的罪名，两边居然都差不多，都只有不到1项。这就有点奇怪了，对吧？起诉的时候轰轰烈烈，最后定罪的时候是雷声大雨点小。而且这还没完，研究还发现，就算最后被定罪了，华裔被告面临的量刑也更重。你看，他们只判缓刑，不用坐牢的可能性是 22%， 而其他人是 46%， 差了1倍多。而且平均的刑期也更长，要多出将近1年。所以你看，不仅是起诉门槛低，连判决的尺度似乎也更严。听到这儿，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一个很合理的疑问，会不会是因为很多被告不是美国公民，他们有潜逃的风险，所以检察官才下手比较重这个跟族裔没关系，只跟国籍有关系。这个想法很关键，研究人员当然也想到了。于是他们就做了一个非常干净的对比，干脆把所有非美国公民都排除掉，只比较美国公民，一边是华裔的美国公民，另一边是其他族裔的美国公民，这下总公平了吧？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发现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些差异竟然还存在，华裔美国公民的案子被驳回的比例还是更高，这就非常有说服力了。他告诉我们，问题的关键可能真的不在于你拿的是哪国护照，而在于你的族裔背景。好了，到这里证据链基本上就比较完整了。那我们把这些数据都摆在一起，到底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这事到底意味着什么？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旁证，来自哪儿呢？股市。我们都知道，股市是最敏感、最理性的地方之一。研究发现，当一个公司宣布起诉一个华裔被告的时候，这个公司的股价下跌的反而更少。这是为什么？因为市场上的投资者们用自己的真金白银在投票啊，他们似乎也觉得这种案子最后能打赢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对公司的负面影响也就没那么严重。你看，连资本市场都看出来了。所以咱们来总结一下，这份研究报告可以说是从好几个不同的角度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有系统性的证据表明，在处理经济间谍法案件时，针对华裔被告的起诉门槛似乎确实更低一些。无论是从案件被驳回的比例，还是起诉罪名的数量，甚至是最后的量刑，我们都能看到明显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即便是对于美国公民也同样存在。当然了，研究报告在最后也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这其实是一种故意的威慑策略？就是说，检察官是想通过这种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方式，来起到一个杀鸡儆猴的作用，吓唬住那些潜在的犯罪分子。这个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是这就把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抛给了我们。为了达到一个不确定的威慑效果，去牺牲司法体系里最根本的公平和平等原则，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这笔账又该怎么算呢？这个问题报告没有给出答案，我想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好好思考一下。